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刘姐厨房，我是刘姐。又到吃香椿的季节了，香椿炒鸡蛋，许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小技巧，鲜香入味又下饭，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香椿的根部比较老，非常影响口感，我们用剪刀把香椿的根部给它剪下来补药。香椿又叫做红椿或者春芽，民间有雨前春芽嫩如丝，雨后春芽生木质之说，意思是下雨之前春芽很嫩，下雨以后就会变柴有木质了，吃着很老。所以吃香椿的时机非常重要。剪好的香椿放入盘中，接着准备一盆清水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入少许的小苏打，用手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食盐和小苏打溶解，然后再把香椿放入盐水中，用手抓拌均匀。因为香椿是生长在树上的，不好打理，自然上面会有一些灰尘、虫卵和杂质，所以我们在烹饪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清洗一下。抓匀后浸泡10分钟，这样能够泡出香椿上面的杂质和灰尘。接下来根据家里的人数准备适量的鸡蛋，如果家里面有土鸡蛋，用土鸡蛋做出来的颜色会更加的漂亮。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再加入少许的小苏打，倒入没过鸡蛋的清水，用手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食盐和小苏打溶解。再准备一块干净的纸巾，我们把鸡蛋擦洗干净。很多朋友都好奇，我们吃鸡蛋又不吃鸡蛋壳，为什么还要清洗那么麻烦呢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很多鸡蛋壳上可能经常附着着一些看上去不太卫生、影响食欲的东西，可能是鸡粪、泥巴或者是什么细菌之类的。我们需要小心一种叫做沙门氏菌的污染物，这种细菌可能是因为母鸡的影响，也可能是因为鸡粪中携带的。如果不小心被我们吃到肚子里面，会引起肠胃上的不适。所以我们在吃鸡蛋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清洗一下，多清洗2遍。洗净以后把鸡蛋捞出来，再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碗，把鸡蛋打入大碗中，接着往鸡蛋中一次性加入足量的食盐，炒菜时就不需要再加盐了，这样可以防止香椿出水。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，少许的香醋，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加入一点胡椒粉去腥增香。用筷子充分的把鸡蛋搅散，充分搅散后能够让炒出来的鸡蛋更加的蓬松鲜嫩。搅散以后先放在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香椿也泡得差不多了，再把香椿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把香椿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清洗干净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再用清水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以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个大碗中。很多人做到这一步都会选择焯水，其实这样做是错误的。香椿是比较嫩的嫩芽，如果焯水煮太久了，会把香椿的营养成分流失掉。
而且还非常的影响口感。正确的做法就是用开水烫一下。记得小时候妈妈在用香椿做美食的时候，都是用开水烫一下，这样既能保证香椿的颜色翠绿，还不影响口感，营养也没有流失。看一下，倒水下去的一瞬间，香椿就变绿了。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去除香椿的苦味，保持香椿鲜亮的颜色。用筷子搅拌搅拌，大约烫30秒左右就可以了。然后把香椿夹出来。香椿控水后，把它放在菜板上，用刀给它切碎一些，尽量切得碎一些。香椿的营养非常的丰富，香椿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胡萝卜素、钙、磷、维生素 E 等营养成分。经常吃香椿可以增强体质的免疫力，所以这个期间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香椿。切好之后放入鸡蛋液的碗中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让香椿和鸡蛋液充分的混合在一起。制作视频不易，你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搅拌均匀以后，先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锅烧热，放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油热后倒入香椿鸡蛋液。先不要着急，用铲子翻拌，先给它煎30秒左右，然后再用铲子轻轻地推动一下。香椿炒鸡蛋是不需要放葱姜蒜末的，否则就会盖住香椿的鲜味了。鸡蛋凝固以后，就用铲子把鸡蛋捣碎，让鸡蛋包裹住香椿，这样更香更好吃。开大火翻炒20秒，喜欢吃老一点的就多炒一会儿，把鸡蛋表面炒至微黄，这样吃起来会更香。炒至鸡蛋表面微微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出锅，把它装入盘中，美味继承。这样一道非常好吃、好看又营养的香椿炒鸡蛋就做好了。这样做的香椿炒鸡蛋鲜嫩好吃，不油腻，香味浓郁，而且香椿还不出水。滑嫩的鸡蛋包裹住翠绿的香椿，几分钟就能搞定。每一口吃下去都是春天的味道。如果你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